几天后，我决定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我来到学校的操场旁边的一个长椅上坐住，这里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地方。操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但我却感到格外的孤单。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右晴，好久不见。方书月站在我面前，微笑着打招呼。我愣了一下，强忍着心中的波澜，挤出一个微笑。方书月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样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关心，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还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点点头，试图保持冷静。他在我身旁坐下，方书月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听说你和何少燕分手了？他这是故意明知故问吧？心里白眼都翻了3圈。这样你正好可以跟他在一起，不是吗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们在一起。他的语气听起来轻描淡写，我没有回应。你真的以为少燕会爱上你吗？他忽然冷笑起来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轻蔑。原来漂亮的人脸上出现这种表情也是这样丑陋。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方书月继续说道，你不过是他一时的替代品。他的话像一把刀子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强忍住眼泪，不让自己在他面前崩溃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反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凭什么？他冷冷地笑了笑，因为他心里只有我，从来都是我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我不甘心地问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回来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。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傲慢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只是他和何少燕之间的插曲。我的心彻底崩溃了，我忍住泪水，不让他们夺眶而出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哽咽着说道，喜欢。他向我露出了胜利者姿态的笑。如果他可以继续听话，倒是不介意继续喜欢他。我无力地靠在长椅上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方书月的话像是一记重拳，打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你知道吗？少燕早就想和你分手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继续说道，语气中充满了嘲讽。够了！我忍不住大喊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认清现实，就算我不要，你也碰不得。他冷冷地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虽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几分真假，但自己真的一直都活在他的影子里，从未真正拥有过和少燕的偏爱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操场上哭了很久，哭到累了才浑浑噩噩地走回宿舍。分手后，又过了大半年，我开始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，不知是孽缘还是巧合，方书月似乎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每次都和不同的男生有说有笑，但他怎样其实和我无关。那天中午，我在学校的咖啡厅里碰巧遇见方书月，方书月看到我后，微笑着朝我走来，他的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，但我知道这笑容背后有多狠毒。右晴，好久不见，他轻声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怀好意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如果可以，最好不要再见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他装作关心地问道。很好，我简短地回答，不想和他多说什么。方书月的笑容中闪过一丝狡黠，他靠近我，低声说道，你知道吗？少燕对我可好了，常常带我出去玩呢。这个还是他送我的。他指了脖子上的项链，那又怎样？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你们如何都与我无关。听说你和他在一起了，我冷冷地回答，我不用和他在一起，他就已经是我的了。不过你真可怜，以为自己有机会，结果不过是一场笑话。他的话像是一记重拳，打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忍住想扇他几巴掌的冲动。方书月，你差不多可以不要再来烦我了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怎么会是烦？我可是在关心你呀。他笑得漂亮，心肠却满是恶毒。正当我准备反驳时，何少燕忽然出现在附近，他看见我们，快步走了过来。右晴，书月，你们在这里聊什么呢？他微笑着问道，神情依然那么温和。方书月忽然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少燕，刚才右晴说我抢了你，他甚至想打我。我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这种拙劣的表演让我感到恶心，但更让我心痛的是何少燕居然信了他的话。右晴，怎么回事？他皱起眉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学长，我没有。我刚开口，方书月就打断了我。少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他靠近何少燕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右晴，他太激动了。何少燕看住他，眼中充满了怜惜和保护的欲望。他转过头来，目光变得冷峻。右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没有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试图解释。够了，他打断了我，声音中带着怒气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真的很让人失望。他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学长，你真的相信他？我哽咽着问道。
他没有理由骗我，他的声音冷冷的，完全没有以前的温柔。你太天真了，我失望的摇摇头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果然，分手才是对的选择。友情，或许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。他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方书月得意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跟了上去。我以为时间可以冲淡我对他的在意，没想到看到自己爱过的人这样对待自己，还是会心痛。但那天之后，我彻底清醒了，我不再忍受方书月对我的冷嘲热讽，也不再在乎何少燕对我的态度和看法。一个连是非黑白都分不清的人，已经不值得我去留恋了。我比想象中的快振作起来，我还是继续留在桌游社，那本来就是我的兴趣，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放弃？反正我又没有对不起他。几天后，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遇到了何少燕，他看见我，微微一笑，似乎想过来说话。我装没看见他，他似乎有些失落，但我不在乎。我知道这样的距离对我们双方都好。何少燕看住我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和好奇，他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多，可我不再需要他的认可，也和他没关系。友情，有空吗？我们聊聊。他试探性地问道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份悸动。学长，有什么事吗？犹豫了一下，何少燕还是走了过来，试图和我说话。友情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好，谢谢关心。我简短的回答，不给他任何继续话题的机会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最近变化很大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他有些担心地问。学长，我只是决定过自己的生活，不再被别人左右。我平静地回答，眼神坚定。那天的事情，是我太激动了。你不要生气，他似乎有些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学长，我没有生气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，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们还是各自安好吧。我淡淡的说完，转身离开。以前觉得失去他像是天塌下来了，如今却只是像微风一样吹过心头而已。不过，虽然我不再在乎何少燕，但还有一笔账我得讨回来。方书月和我还有一笔账要算呢。我开始注意方书月的一举一动，观察他和不同男生之间的互动。果然，他和许多男生都有些暧昧不清的举动。这些男生大多被他甜美的外表和温柔的声音所迷惑，对他百依百顺。本来他要怎样不关我的事情，可他仗助和少燕对他的喜欢来恶心我，我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有一天，我在外面的咖啡厅里看见方书月和一个男生坐在一起，那男生是我们系的新生，叫阿健，两人坐得很近，聊得很开心。我走过去，假装无意的加入他们的对话。嘿，书月，好巧啊，你和阿健在这里。方书月愣了一下，但很快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友情，好久不见啊。对啊，我们在聊一些学校的事情。我笑了笑，故意用很亲昵的语气说，阿健，你看你和书月感情这么好，不过小心点哦，她可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呢。阿健有些惊讶，但还是笑着说，真的吗？那我可得多努力了。方书月笑容有些僵硬，我接着说，对了，上次我还看到你和那个叫阿明的男生一起吃饭呢，我记得阿明跟阿健好像是朋友。阿健的笑容开始有些不自然，他转头看向方书月，你和阿明也很好。方书月有些尴尬，但还是保持着笑容。上次他约我吃饭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我故作惊讶地说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们之间有什么呢，哈哈，抱歉啊，我可能误会了。阿健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，他勉强笑了笑，没事。我心中暗自得意，知道自己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在图书馆里遇见方书月，这次他和另一个男生阿明坐在一起。书月，好巧啊！我走过去打招呼，故意装作很亲密的样子。友情，你也来自习吗？在别人面前，他装作热情地问。是啊，正好碰见你们。我笑着回答，然后故意叫错阿明的名字。对了，阿健，你最近怎么样？阿明愣了一下，方书月也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。友情，你记错了吧？他是阿明，不是阿健。方书月有些尴尬地说。哦，抱歉抱歉，我总是记不住名字。我笑了笑，然后故意说，不过书月，你这么受欢迎，我难怪会搞混吗？阿明听了，脸色有些变化，他转头看向方书月，你和阿健也很熟吗？方书月笑容有些僵硬。哦，阿健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平时也会聊聊天。阿明的表情开始变得复杂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勉强笑了笑。原来如此。后来桌游社又举办了一次聚会，方书月也来了，她依然是那副甜美的样子，吸引了不少男生的目光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我看到方书月和阿健、阿明等几个男生在一起聊天，我走过去，假装很高兴的打招呼，学弟，玩得开心吗？有不懂的可以问我，当然也可以问书月，不过他可能比较忙，
有时候没办法照顾到你们，你们别介意。方书月笑了笑，但不敢回应我，因为我话中有话，在说上次分别跟他们吃饭的事情。我故意靠近他，低声说，对了，你的青梅竹马知道你这样吗？方书月听到这话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紧张。我知道何少燕是他不想失去的人，又或许只是习惯当个公主，有人服侍而已。就在这时，何少燕走进来了，她看见方书月，打了招呼。因为平时身边都有少燕，其他男生并不会明目张胆地表现出自己的喜欢。少燕，你来了。方书月微笑祝迎上去，我走过去，故意种种地推了一把方书月，把她推向何少燕的怀里，然后笑着说，少燕，你要看好书月哦，不然他可能会被抢走，毕竟书月很多人喜欢吗？书月，你说对吗？何少燕有些惊讶，但还是接住了方书月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又情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有些不解地问。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我笑了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这时，周围的男生们开始议论纷纷，尤其是阿健跟阿明自然知道我在说他们。其他桌游社的男生多多少少也都追求过书月，只差有没有被他看上而已。一时间自然是议论纷纷。他和我们都这么亲近，难道我们只是备胎？阿健有些不满地说。是啊，我们是不是都被他耍了？阿明也有些愤怒。还有其他的学长也都面有难色，也有的像是懂了什么。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笨蛋，聪明一点的都知道，这样的情况就是方书月其实和很多人都有来往，对别人都说和何少燕只是朋友，但为了留住何少燕又吊着他的胃口，也把其他男生当作工具人。方书月听到这些话，脸色变得苍白，但何少燕在他也不好多做解释，但在人前他又得维持他温柔婉约的人设，无法大声的反驳我。但男生们显然心中也开始动摇，虽然没明说，可后来他的确身边少了好几个本来喜欢他的男生。这一切的发生是他应得的教训，我的手段并不算狠毒，但足以让他后悔一阵子，也在私下告诉他，如果再惹我不开心，我就看看到底是谁失去的多。报完这一仇，我感到一阵释怀，心里累积的委屈终于释放，那些不快和怨恨也随之消散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被过去束缚，心中充满了自由和轻盈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予惊喜。那天下午，我刚从图书馆出来，打算去校园的咖啡厅喝杯咖啡放松一下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上，映出斑驳的光影。我走在校园的小径上，心情轻松愉快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就在这时，我不小心撞到了迎面而来的人。哎呀！我惊叫一声，感到自己撞上了一堵墙似的坚硬胸膛。对不起，对方立即道歉，声音低沉而温柔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面前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，他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，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。没关系，是我不小心。我红着脸说，感觉心跳加速。男生笑了笑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注意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但内心早已波涛汹涌。他伸出手，我叫林一凡，经济系大3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回我是杨又晴，大2中文系。林一凡的手掌温暖而有力，握住我的手时，我感觉到一股电流般的感觉从指尖传来，心跳得更加厉害。杨又晴，很好听的名字。他微笑住说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谢谢，我低声说，感到脸上发烫。我们站在原地，有些尴尬地对视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我们之间有某种看不见的连接。你要去哪里？林一凡打破了沉默。我打算去咖啡厅喝杯咖啡。我回答，心里有些期待他能一起去。真巧，我也打算去那里。一起吧。他微笑住邀请。好啊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涌起一阵喜悦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泛起了一阵莫名的悸动。天啊，这一见钟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我不禁在心里骂自己，你这个傻恋爱脑，才刚解脱就又陷进去了。但我又笑了笑，喜欢吗？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一次，或许这次会有个好结局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